大家有没有注意过，现在大街上的车子，不管是几十万的豪华车，还是几万块的家用代步车，前后都是塑料感满满的保险杠。很多人第一次听说汽车保险杠是塑料做的，第一反应都是这么贵的车用个塑料保险杠，是不是偷工减料？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别看保险杠是塑料的，背后可是几十年技术演进的结晶。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塑料保险杠到底靠不靠谱。汽车刚问世那会儿，保险杠的任务非常单纯，挡一挡，抗一下。像早期的福特 T 型车，它的保险杠基本就是一根光秃秃的钢制横杆，直接裸露在车头车尾，有点像今天的货车防撞梁。那时候没有吸能区，没有空气动力学，车也跑得不快，所以大家也没把保险杠当回事，最多就是车撞上墙，它能替你把力扛一下，不让车头马上变形。但问题也来了，这些金属杠子又重又硬，一旦发生碰撞，力全部传到车体甚至车内，根本起不到缓冲作用。说白了就是硬碰硬，不仅对车不好，对人也不友好。时间进入20世纪50年代，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人们对舒适性、外观、安全的要求逐渐提高，汽车保险杠也开始穿衣服了，用一层金属薄壳把内部钢梁包起来，有些车型还会刷上一层镀铬，看起来更精致。这时候的保险杠功能略有提升，不再是纯粹的撞击肉盾，而是开始承担一定的缓冲和分散能量作用。但这仍然是以硬材料为主，遇到严重碰撞还是挺不住。而且金属保险杠有个问题，一碰就变形，一旦变了形，整根都得换，维修成本非常高。到了1970年代，随着石油危机爆发，车企普遍意识到轻量化是未来趋势，越轻的车越省油。而且美国当时出台了一项联邦第一速碰撞标准，要求在5英里每小时以下的碰撞中，汽车不能有明显损伤。怎么办？金属保险杠太重也太硬，满足不了新法规的要求，于是塑料材料登场了。最早使用塑料保险杠的大众车型之一就是1972年上市的雷诺5，随后通用、克莱斯勒、福特等大厂也纷纷尝试用塑料材质替代传统金属材料。虽然我们习惯称现在的保险杠为塑料保险杠，但实际上它是由2部分组成的。外层塑料包覆，这是你平时看到的部分，确实是塑料，但并不是普通的家用塑料，而是有弹性的工程塑料，如 PP 聚丙烯加 EPDM 弹性体改性复合材料。这种塑料具有良好的抗冲击性能，即使在低温环境下也不会轻易脆裂，还能回弹、缓冲、吸能。内部防撞梁主要是高强度钢、铝合金或复合材料，真正起抗撞击作用的是这一层，它连接在车体上，在中高速碰撞时承担主要的能量吸收任务。也就是说，塑料只是外皮，安全性能的核心还是在内部结构设计上。很多人吐槽塑料不安全，但实际上塑料保险杠的优点远比你想象中多。塑料材料密度低，整车重量更轻，对燃油经济性、电车的续航都有积极影响。高分子弹性材料具有一定的变形能力，能在轻微碰撞中缓冲外力，防止力直接传递到车身结构。相比金属，塑料外壳受损后更容易更换，而且不容易锈蚀，后期维修省事不少。塑料可以模具注塑成型，造型自由度高，设计师能发挥创意，做出流线型、空气动力学更佳的车身。硬碰硬的金属保险杠会让行人受伤更严重，而塑料材料柔韧度高，能降低碰撞伤害，符合现代安全法规。现在新能源车，尤其是纯电车，对保险杠的设计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电车没有发动机舱可缓冲，一旦撞击，直接可能影响电池舱、主梁等关键结构。于是很多车企开始加厚保险杠吸能结构，使用多层复合材料，加入雷达、摄像头、毫米波传感器等智能装备，甚至保险杠也承担起了美观与科技感的作用。像特斯拉的 Model 3Y， 其保险杠上集成了视觉感知系统、主动通风口等先进设备。说到底，保险杠并不是单独工作的部件，它是车身结构设计、碰撞安全测试和法规认证的一部分。塑料保险杠本身没问题，关键在于它后面有没有足够强悍的防撞梁、吸能盒、传力结构。举个例子，50宏光的保险杠虽然也是塑料，但结构非常简陋，主要为了城市低速碰撞。而宝马 X5 或奔驰 E 级用的塑料保险杠外皮背后是高强度合金加激光焊接加吸能盒组合拳，能扛得住更猛烈的撞击。所以别看它是塑料，其实早就进化的比金属保险杠更高级、更聪明了。未来几年，汽车保险杠可能会朝几个方向继续进化，集成更多传感器、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成为自动驾驶的前哨站。
采用更轻更强韧的新型材料，像碳纤维复合材料、高性能工程塑料等。保险杠设计趋于模块化，能在小范围受损时替换部分组件，而非整件更换。引入主动升起保险杠，碰撞后自动弹出保护垫等技术，提升对行人的2次保护。别再小看塑料保险杠了，它是汽车轻量化、安全性、智能化发展大潮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从最初的铁杆子到今天的高强度复合塑料加智能集成系统，它的每一次演进都为我们带来了更安全、更省油、更便宜也更好看的汽车。所以下次你看到一个塑料感的保险杠，别急着吐槽，换个角度看，它可能比你想象中刚得多。感谢收看本期视频，觉得有意思的给个免费的赞和关注，咱们下期见。